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呢是纽约时间是5月30号，今天是星期六。那么今天的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还保持在7块1毛6。那么纽约州长今天召开了这个疫情记者会，他宣布了纽约市在6月8号进入第一阶段复工，而率先复工的这个5个地区呢，将进入第二阶段。那么纽约州现在呢，各个州的新冠数据都下降，每日死亡的患者人数呢降到了67人，其中46名死在医院里，21名死在养老院里。那么库莫表示纽约已经有5个地区已经复工了2周。那么州政府联合各级专家对复工的情况进行了审查，结果是这5个地区可以进入第二阶段的复工。而第二阶段的复工的行业包括：第一，所有的办公室工作，包括专业服务、行政支持和信息科技；第二，房地产行业，包括楼宇管理、租赁和销售；第三，零售业，包括店内购物、租赁业、维修业、清洁业和美发业。美发业是有一些限制，还包括汽车租赁和销售。那么一开始，州政府呢，它是允许专业服务型的行业在第二阶段复工的，但是经过调整以后呢，这个行业不再出现在第二阶段复工行业的列表之中。那么复工呢，有一些基本要求那么包括：第一，办公的场所容积率不可以超过50%；第二，所有员工都要接受每日健康监测，包括健康问卷和提问监测；第三，如果无法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则一定要佩戴口罩、面罩等防护装备；第四，在封闭空间内必须画出标志和警戒线，包括洗手间和休息室；第五，禁止在小型区域进行聚集和面对面的会议；第六，禁止违反社交距离禁令的会议；第七，禁止分享食物和饮料；第八，若顾客没有佩戴口罩，可以拒绝他进入店内。那么最近呢，这个意大利又在进行了这个病毒学会进行了一些分析他们成功分离出了这个一种变体，这个病毒的变体。这种病毒的变体呢，它是和这个新冠病毒呢有非常类似的情况，而且呢类似的毒性呢，他们发现呢已经开始变弱了。那么目前为止确诊的感染者，一般新冠病毒的程度感染的程度都较轻。目前为止是不是确实和温度有关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所有的检测的式子里的病毒载量都已经出现了变低的情况。同时，那么有时候发现病毒的载量出现非常高的式子里面呢，这个人居然是个无症状患者。然后工作人员呢把这个病毒分离出来，那么发现它比以前检查出来的新冠病毒弱得多。随后呢，把它和健康的细胞接触，让它对健康的细胞进行攻击，结果发现它甚至无法杀死所有的细胞。而过去的几个月分离出来的新冠病毒呢，通常就可以在2到3天内攻击所有的细胞，而最近分离出来的病毒至少需要6天时间才能够攻击所有细胞。而这些减弱程度更高的病毒，它很可能就是新冠病毒进化的未来。这些病毒感染后，感染者的症状非常非常轻微，几乎呢察觉不到，与之相比，在感染后的病毒载量也变小了。虽然现在科学家和医学家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这种变体是不是已经开始流行了，那么当下流行的程度如何，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在遗传基因上和其他变体的差异。但是可以确切的说，目前新冠病毒的毒性确实出现了减弱的趋势。那么新冠病毒
它的这个突变呢，反映出它在遗传上和03年的 SARS 病毒中发生的变化相似。这确实表明，包括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的结果，这个病毒可能正在减弱。那么现在呢，这个病毒在经过研究后，是不是随着气候、湿度和人们防护病毒的措施和意识提升有关，还不清楚。但是可以确确实实的说，疫情的缓和和病情的恢复和当下病毒的毒性有关联。那么病毒的宿主本身从动物过渡到人类，意味着病毒的危害性已经有所减低。那么至于现在病毒的攻击性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就和每一个人类自身的免疫系统有紧密的关系，也和现在广大的群众都开始习惯使用口罩来防护有很大的关系，变相的使病毒失去了原有的侵略性。当然了，比起疫苗来说啊，那么研发有效药是最大的关键。那么现在还是瞄向治疗丙肝的这个新型的技术入手，但是根据现在新冠疫情的发展趋势，现在的疫情可以确实证明是正在消退，但是所有呼吸道病毒本身就有季节性感染的特点。那么随着春末夏初的来临，新冠病毒或趋于消失，但具体原因竟然不知道，就跟所有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病毒从11月到12月就开始流行一样。我们所有的人啊，都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观察各种事件的角度呢，都是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部分是现实，一部分又是片面的矛盾。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都太大了，那么他们不同的省或者州，他们的差别也是千差万别。北京你可以说是中国的瑞士，而明尼苏达呢，你可以说是美国的黑龙江。所以这个话题是很大的啊，这是我这几天观察的几件事情来阐述这种差距的这种直观的体会。那么这种不同的角度和维度啊，它体现出来的就是各个方面，虽然很难比较，但它的真实却存在着实质的差异。那么前天突然听说啊，中国的这个李克强总理他说这个数据呢，让我感到很惊诧。他说中国人人均的年支配收入3万人民币，6亿人的月收入竟然只有人民币1000块钱左右。那么揭示这些数据啊，真的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特别是在当下的氛围里。14亿人里，除去60岁以上的2.5亿，15岁以下的2.5亿，就剩下9个亿了。那一时间呢，我的感觉很复杂，不知道是欣喜啊还是悲伤啊。那么我们知道，大多数的居住在北京、上海的人，他们每个月都入不敷出。那么身为在美国的人，比起中国的人来说，理论上不知道要幸福多少了。那么就是说，身为美国人，比起中国人来说，是不是更幸福呢？理论上，当我们每次看微信啊、看报纸啊、看中国的宣传啊，你看着这些舆论场上的喧嚣，恍惚之间你以为代表了全部。其实呢，在中国的网络发声的人群里，只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声音大，只不过有他们在说话，而他们占了讲台，霸占了麦克风。那些中国95%以上的沉默的大多数，可能只在打工的时间刷刷抖音、玩玩游戏，不愿意或者太累了，不说一句话，因为说话也浪费体力。当张文宏医生分析美国死了10万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太胖，很多人有基础病。美国人胖，起码表示好吃好喝，生活不错，不至于骨瘦如柴，想着讨生活。
那么现在大量的食品啊，我们在纽约你看大量的食品天天白送，这个简直是太多了，什么各种各样的吃的呀、加工的呀，几乎是难以想象有这么多的食品是免费的。这种差距有多大呢？我是不敢想象的，因为已经中国好像是在那遥远的这个海岸的那边，所以无论作为中国人，你看到报道里，包括中国的报纸、美国的报纸里，你说美国的抗议有多烂，流浪汉有多少，有多差，那么相对于中国人民，美国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真的是很滋润，这种快乐你没有体验过，也不是广大的中国人、没有出过国的中国人想象得到的。如果这只是物质上的也罢了，但是呢，它的差距又体现在精神上。那么当然有人谣传说啊，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有将近1000人啊，情报人员呢就正大光明的说租写字楼训练所谓的暴徒啊，爆炸刺杀，这些是谣言还是真实？那么我当然有相信收集情报是有可能的，做这些事情呢可能性不大。那么现在呢，如果说美国想让香港瘫痪，好像是很容易，而现在呢，在中国通过了一个香港的国安法，那么又造势，又给自己打气，又全中国各种媒体在叫嚣，难道中国人这么缺乏自信心吗？明尼苏达，美国的所谓的暴徒上街打抢，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现在所有的中国媒体啊，大肆报道明尼苏达的大街怎么乱啊，怎么会打死人啦，警察把黑人给窒息了，给弄死了呀。那中国人还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中国人还给自己套上一个道德的枷锁。美国在全世界武装营救，那么中国你想没想过劫法场救孟晚舟呢？这就是世界老大的威严。那么接下来，美国已经堂而皇之的就香港问题来制裁中国了。那么中国你怎么办呢？美国认为他有实力，中国你也认为你有实力啊，制裁美国呀。中国积累的那些某些领域的自豪感，恨不得有一点点成绩，就马上要发个新闻昭告天下，然后紧接着所有的媒体、央视、报纸一起在喧嚣。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回国，他有些特殊的技术，他会做一些再生器官的一些技术，然后在中国成为了一个大拿。但实际上呢，这种技术在美国实在普普通通，一抓一大把。那么在美国，只是谁能融到钱，谁才能继续发展，技术都在那儿，就跟美国的法律都在那儿一样，看看有没有执行，有没有人履行。那么所谓的美国的空心化问题，上次谈过，有科技、军事、金融，你只要抓住3个牛鼻子，那么美国会不会再次伟大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现在根本就不是你理解的衰弱，中国有很大很长的路在追赶，而同时美国也在飞跑。那么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在中国大街上川流不息的商贩里，而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河马先生。中国的发展本来就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而是要踏踏实实的来直面民生。这就是为什么不要再提什么折腾，要提不折腾。中国本身就是个国家，它需要外力的挤压才能觉醒的国家。中国本来就不应该憎恨美国，憎恨差距。那如果你这么做了，你一定会被仇恨蒙蔽双眼。伟大的美国敌人也是你伟大的美国对手。你如果明白这一点，你自然的就理解了，你不要恨美国，美国其实也并没有恨你。美国联邦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的14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在28号联署致函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他们要求对抖音侵犯儿童隐私行为进行调查。他们信函对由20个非营利团体组成的儿童隐私联盟，那么在5月14号提出的申诉表示支持。这个联盟他指责抖音没有履行1998年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和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有关法律判决，没有对年龄在13岁以下的儿童用户的个人信息进行全部的完全的销毁，没有张贴清晰的隐私保护政策，未能将他们收集的全世界儿童的信息通知他们的家长，也没有在搜集儿童信息之前征得他们家长的同意，因此触犯了联邦法律。那么这些国会议员的信函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于世界的包括美国的儿童隐私联盟提出的指证展开调查。那么议员们在信函中指出美国人在过去2个月中在线的时间普遍延长，因为避疫在家。那么抖音软件的使用量也显著的增加，下载量在4月份的时候已经突破了20亿大关，很多的使用者都是儿童。那么联邦众议员库斯特说，我对抖音没有能够保护我们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儿童深感担忧。大部分的学校已经向远程教学过渡，儿童上网时间普遍延长，而家长们不应该去担心一个外国公司正在不恰当的搜集他们儿童的数据。那么抖音的这种行为不光将年轻美国人的隐私置于危险的境地，也限制了家长监督儿童网上活动的能力。联邦贸易委员会必须对这一严重的指称进行调查，并对抖音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美国人目前在家和在家上网的时间都有所增加，那么联邦贸易委员会它的执行儿童在线隐私法律就要比以往更为重要。那么现在指控如果成立的情况下，要马上对抖音进行有意义的处罚。我们都有这种概念，如果你看看你家里的儿童，他一直在刷抖音，在玩抖音，在拍抖音，那么你第一个问题就应该是有没有获得你的同意呢？有没有你批准呢？有没有在你的监控之下呢？他的信息有没有被泄露呢？因为你们看你们的小孩，他们会把自己的年龄、家里的地址甚至父母的名字输到里面去，你们的信息也泄露了。所以请注意看好抖音。我们知道真正可怕的其实是一种美国精神我们知道美国的隐形飞机来去他国非常自由，他跑去叙利亚，中国的防空导弹没看见。那换句话说，如果是这种防空导弹在中国呢，那美国的隐形飞机进到中国也是如入无人之境你也看不到所以人们常说美国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美国精神呢？这个连大多数的美国人自己都不清楚。很长的时间中国人很习惯把美利坚民族竟然视为西方近代拜金主义的渊源，那么是资本主义腐朽社会的典型代表，认定美国人民是个重物质、轻精神、执着于感官享受而忽略了心灵需求的民族。当然美国不是一个民族，美国的民族太多了。然而美国的精神呢，是美国100多年来通过惨重的代价换来的，的确来之不易。美国的强大就在于这种美国精神，而欧洲就没有这种精神，欧洲就是一盘散沙。那么没有这种精神，欧洲常年混战，包括拿破仑，包括希特勒，他们所谓的狭隘的民主利益。尽管欧美他们有相同的民主制度和宗教信仰，结果却大不相同。而美国的精神是什么呢？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独特的思想，是一种性格和作风，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朴素的行为方式，讲实际，说真话，直来直去。
我们知道美国有自由独立的精神啊，独立本身就渗透在美国国家精神中的东西。你看川普，虽然大嘴巴，他是独立的。你看美国的司法，它是独立的。在美国人的骨子里，根本没有人会苦口婆心地教导美国的小孩，说他们的独立精神如何崇高。但是整个美国民族们，他们的一言一行，始终在实践独立，全是独立，他们崇尚独立。它根本就是一种很好的品质。而相比之下，我们回到看中国的孩子，中国的孩子们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独立的意识、独立的能力，归根结底就是缺乏独立的精神。人人都熟悉纽约的海港内有一个称为自由岛的这个小岛上，耸立着巨大的雕像，称它为自由女神。它的全称是自由女神铜像国际纪念碑，正式的名称是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她穿着古希腊风格的服装，头戴着光芒四射的桂冠，有着象征世界七大洲四大洋的7道光芒，右手高举着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刻有1776年7月4号的独立宣言，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这就突出表现了美国人的自由民主、挣脱暴政的博爱。那么美国号称是机会之国，美国人相信机遇面前是人人平等，只要我们能梦想到的，我们就能够实现，这是刻在美国肯尼迪宇航中心西大门上的宣言。那么这种自由独立呢，本身这个雕像我们知道是1886年法国人为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和美法联盟来赠送的。独立就是渗透在美国国家精神中的东西，同样渗透在所有美国人的骨子里。没有人会苦口婆心地教你说独立精神是怎么样，但是这种精神，这种奋斗的精神，又是美国精神中的第2个组成部分。从第一批来自英吉利的移民踏上北美的大陆起，在这片资源丰富、条件险恶的土地上，他就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拓荒牛式的顽强拼搏的美国人。美国的年轻人啊，多数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啊，他们认为父辈的优越，他们获得的条件是他们自己奋斗来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由自己开创的。所以他们第一不会抱怨环境太差，更不会从别人身上寻找自己可以不努力的借口和理由。而中国有一些很奇怪的这个词儿啊，近几年越来越流行啊，什么富二代、高帅富、高富帅、官二代、红二代等等，这些词呢，在中国令所有的年轻人羡慕和眼馋。但实际上这些词的背后呢，他们都隐藏着一种贬低甚至歧视的意思。所以下一次你听见有人说他是富二代，他是官二代，那是在歧视他，记住啊，不是在羡慕他。那么只是在大部分的人看来，这些称为这个某二代的年轻人，并非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丰衣足食的生活，而是依赖于父辈的权利或者金钱得到了它。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大量的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官场的高位。当然了，站不到高位的人呢，也在感叹说中国的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10几年前啊，这个诟病80后，几年前指摘90后，现在要把目光瞄向了00后。而大多数的人觉得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的这个直接标志，就是越来越不能吃苦，越来越缺乏奋斗精神。可是年轻人正好相反，他们在想，是不是坏人变老了？是不是文革的一代变成了老的坏人的一代了？所以更容易的啊，年轻人在抱怨环境，而老年人呢，在抱怨年轻人。那么整个中国的社会呢，他们更容易敌视这些条件优越的人，那么更容易自暴自弃或者接受现实，他们很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当然你找自己原因，如果外界的环境不合适不允许的话，你找也没有用。那么现在呢，
在中国呢，我当然可以理解，大多数的人他做不成大事，当然也不需要做大事，你做一个普通人就可以了。但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多数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每个人的生活是由自己开创的。那么所谓的父辈的优越条件呢，是他们自己奋斗得来的，而自己的生活呢，要自己去奋斗。那么有了这种意识呢，美国的青年人，他们往往在学业结束之后或者之前，要么自己创业，要么努力钻营某个领域。当然了，在人格上，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平等的普通人，但是他们在用积极的奋斗去开创自己的人生，而不会抱怨环境太差。当然，美国环境也不是太差，那么更不会从别人身上寻找自己可以不努力的借口和理由。所以我说，中国的年轻人应该学习这种奋斗的精神，做成做不成都要努力去做。环境虽然可能很复杂，但是要学着适应环境，甚至改变环境。那么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呢，都要为个人的努力奋斗而服务。而这种意识支配的人，他更容易获得成功，留下来的遗憾会更少。当然，美国的精神第三部分当然还包括富而善的精神。如果你变成富人了，中国我们看到富人遍地啊，虽然富人占据了90%以上的财富，那他们是不是真心的在变成了善人呢？他们是不是真心的高高的举起了自己作为慈善的这个企业家呢？而如果你的多数人的目标和追求只是让自己和亲人生活的丰衣足食，那么这到底是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呢？那么到底中国人是不是乐善好施呢？在中国往往是穷人他乐善好施，而富人呢，那么慈善事业呢，怎么能才做成一个事业呢？而不是仅仅的只当成一个简单的避税的工具。而我们知道美国很多的有钱人啊，他们都是早期的奋斗和努力创造了金钱帝国，但是他们拥有了财富之后呢，最终也是乐于行善，而不会把所有的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知道财富呢更容易毁掉后代。比如比尔盖茨，那当然现在比尔盖茨被一通臭骂，说他的疫苗公司啊是有一些阴谋的企图，但是他做了大量的慈善事业，不断的惠泽穷人。他知道这辈子花不了多少钱，就跟这辈子你不可能睡很多的床，住很多的房，坐很多的马桶是一样的。而相比之下，中国人做慈善呢，他们作秀和贴金的成分是更大，而真心富而善的人很少。这点呢，应该是让中国的青年人好好的学习的精神。也希望未来的中国富人里面能够出现更多真心帮助穷苦的人。所谓的穷苦的人，不是不努力的人，而是天生残缺的人，是天生有很多弱点的人。那么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努力，同时享受一个公平的精神，那么不需要羡慕那些特权。中国的特权有，川普有特权吗？川普的推特呢还被人黄标，被人标记，被人控制。所以要奋斗一个公平的环境，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也非常的重要。虽然在美国是很幸运的啊，每一个人至少给你一个机会。虽然每个人生而不平等，但是给你机会了，你努力了，你失败了，你就认命了。所以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努力改善自己的环境。如果改善不了自己的环境，那么请认真的改善自己，而不是把主要的精力来天天骂美国，因为骂美国对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派 TV， 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